在老公的葬礼上，我哭得很伤心，可不知为什么，除了我，大家面无表情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问婆婆怎么了？儿子死了，难道不伤心？就在这时，婆婆看向我，咧嘴笑了。你说什么了？你老公不就在你身后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死了，葬礼上我哭得很伤心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我理应痛哭。灵堂上，黑白照上的他遥遥向我看来，带着淡淡的微笑，似乎在安慰我，不要伤心。我盯着那张照片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葬礼上除了我，所有的人神情一致，就像复制粘贴一样，神色冷漠，沉默不语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老公的亲人、朋友啊，怎么可以不流泪、不叹惋、不伤心？我转头看向爸妈和公婆，奇怪的是，他们的神情如出一辙。我擦掉眼泪，红肿着眼，走过去摇晃了下公公婆婆的肩膀。公公婆婆，张远是你们儿子，现在他死了，为什么你们不哭？在我猛烈的摇晃下，公公婆婆那面无表情的脸终于出现些许变化。婆婆嘴角咧出一个弧度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身后，说道：琳琳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张远不就在你身后吗？看到婆婆脸上的表情，我吓了一跳，空气瞬间变得寂静，配合着公公婆婆那塑封一般的脸，显得尤为诡异。直到背后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叫唤声：妈妈！我被这声叫唤激得下意识回过头，明明我还没生过孩子。逆光中，只见一个身高1.8米的男人牵着个小孩的手向我走来，光线褪去，我这才看清他们的脸。看清男人的脸的瞬间，我呼吸一滞，老公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看向四周，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可老公不是死了吗？棺材里躺着的就是张远的尸体啊！我急忙回头一看，只见棺材里哪里还有张远的尸体，是一个有些陌生的人。张远弯下腰，温柔地看着我：老婆，你怎么又这样？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站在这儿吗？意识到这是一场闹剧，所有宾客作鸟兽散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觉得这一切过于荒诞。我明明还在操办张远的葬礼。1周前，我和老公去玩蹦极，这是我们一直想尝试的运动项目。可没想到，中途发生意外，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突然断了，他整个人掉了下去，下面是万丈深渊。事后，我马上报警，警察从深渊里捞回他的身体，浑身是血，已没了气息。我瞬间崩溃地晕过去，醒来后躺在医院，泣不成声，心里悔恨着，要是当初没去体验这个项目就好了。明明亲眼见到了老公的尸体，为什么他现在活生生站在我面前？等宾客走得差不多了，老公这才拉过我的手臂：琳琳，咱们回家。站在老公大腿旁边的小孩也拉我的衣袖：妈妈，回家。我低头看向小孩，那是个男孩子，有着一双漂亮的眼睛，睫毛很长，脸圆嘟嘟的，很可爱。可这个小男孩对我而言很陌生，他为什么叫我妈妈？于是我对他说：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是你妈妈。小男孩抬头看着我，大大的眼睛里装满小小的困惑。就在这时，张远打断我：琳琳，别吓着孩子。我越发糊涂：张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孩是谁？你不是。琳琳，我没死啊，你是不是错把噩梦当现实了？咱们回家再说吧。我回过头，想要找公公婆婆询问，他们却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。偌大的灵堂，只剩我们3人，寒气逼人。
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驱车回到别墅小区，我没有直接进家门，而是借口说要出去买个东西。张远没拦我，带着小男孩先进了家门。两人消失在门里后，我一路狂奔，跑向爸妈住的那栋房子。他们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栋房子。我要找他们问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自己亲爸妈总不会对自家孩子有所隐瞒吧？气喘吁吁跑到他们家，摁响门铃。前来开门的是我爸。他愣了愣：“琳琳，怎么了？爸，你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远不是死了吗？还有那个小孩是谁？我明明没生孩子。”没想到老爸看着我，摇头叹了口气：“你这孩子说什么糊涂话呢？哪里有人咒自己老公死的？葬礼上的那人是张远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啊，我们不是早跟你说了吗？”妈妈听到说话声也跑过来了，手里还拿着电话，贴向耳边：“张远呢？琳琳找到了，这孩子跑来我们家了。”爸妈，我还想说点什么，身后就传来了张远的声音：“琳琳，你不是说买东西吗？怎么跑爸妈家去了？张远呢？你们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说，不然咱进屋里说也行。”老爸对张远劝说道：“不用，琳琳忙活一天，可能太累了，我带她回去休息。”说着拉着我离开爸妈的家。我伸手想挽留爸妈，谁知他们已经关上门，无助的手抓了个空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张远脸上温和的笑容突然变得邪恶。“张远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我警惕地看着他，只见他对我伸出一只手，如同恶魔的爪子。谁知他只是说：“该回家了，老婆。”一切变得很奇怪。回家后，张远像没事人一样对待我，让我先去洗手，坐下休息，陪小安玩会儿。对了，那个小男孩叫张安，据张远说，他是我们的孩子。我忍不住了，直接在他面前撒泼：“什么孩子？我根本就不能生孩子，他是哪儿来的？”小男孩吓哭了，坐在板凳上哇哇大哭。张远用责怪的眼神盯了我一下，转身去哄小安。小安不哭，妈妈逗你玩的。接着把我拉到厨房里，案台上放着把菜刀，我们距离菜刀很近，而张远看起来神色冷漠，我真怕他突然发疯，拿菜刀往我脖子上抹。张远把我按到墙上，对我小声说道：“你发疯可以，但别吓着孩子。不信你去看看卧室，衣柜里全是小孩的衣服，还是你挑的。那你呢？你不是掉悬崖了吗？我亲眼看见你的尸体。”我眼睛紧盯着他，就想知道他怎么回答。结果张远笑了，他语速缓慢，嘴巴一张一合：“琳琳，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真的。”张远不再回答我的问题，把我推出厨房，说他要做饭了。我没闲着，跑到卧室，拉开衣柜，一个个翻看，果然看到一堆小孩子的衣服。床头柜上有个相框，上面是一家3口的照片。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不真实，好像闯入别人的世界。我明明记得我是使女，张远是无精症，我俩当初就因为都没法生孩子，惺惺相惜，最终走到一起。张远愣了愣，随即表露出难过的表情。他解释说，小安是我们领养的孩子，后来因为忙于工作，常年放在婆婆家照顾，所以现在对孩子生疏了，也是正常的。我看着在茶几旁专心玩积木的小安，这时张远探出头喊了一声：“吃饭了。”我从沉思中找回知觉，起身来到饭桌前。小安依旧沉迷于玩积木，张远只好盛了饭菜放到茶几，让他自己吃。不得不说，戴着围裙的张远看起来十足的好老公。这个想法，直到我看到饭桌上的食物全部破灭。我瞪大眼睛看着桌上的食物，
突然感到一阵恶心。这是什么？饭桌上放着几盆血淋淋的东西，全是未熟的肉类，其中一盘是一颗猪的心脏。看到那颗鲜红的心脏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怎么不坐下来吃饭了？张远一边摘掉围裙，一边对我道。话音刚落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捂住嘴巴冲向厕所。对着洗手盆吐了个天昏地暗。张远出现在身后，镜子里他手上拿着刚才那把菜刀，脸上充满杀气。怎么回事？来不及思考，我的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，转身抓住他拿着刀子的手臂，奈何我力气远不如他。很快，他挣脱我的束缚，拿刀的手换到另一边，重新向我挥过来。菜刀在空中闪烁着寒冷的光，我浑身哆嗦了下，用尽全力抬脚踢向他下半身。接着，地板传来铿锵的声音，菜刀落地。贱人！张远痛苦地捂住裤裆，没了攻击力。我趁机从中逃脱，冲向离自己最近的卧室，关上锁门。很快，门外传来剧烈的敲门声。开门！琳琳，你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过了一会，又变成温柔的声调。琳琳，我们谈谈好吗？你想要的真相我全都告诉你。我没理会门外的张远，而是掏出兜里的手机，拨下110，心里一直在祈祷，只要警察来了，我就能摆脱这个疯狂的噩梦了。很快，门外传来了门铃声，警察到了。警察向张远说明来意。过了一会儿，敲响卧室的门。林小姐，是你报的警吧？我们是警察，请开门。听到警察的声音，我这才安下心来，起身去开了门。我本来以为警察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没想到他们看向我的神情非常古怪，其中一个还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林小姐，根据监控显示，并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。警察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监控，示意让我看。报警时，我对警察说的原话是，我老公拿着菜刀要杀我，因为考虑到家里有小孩，张远在家里安了监控。现在看的这个监控是安在厨房位置，当时浴室没关门，拍到了我站在洗手池前的情况。视频里，张远的手里没有菜刀，他只是在和我说话。然而张远没说几句，我就突然发疯，挥起拳头揍向他。张远出于本能伸手阻挡，并阻止我的暴行，不料我踢中他裤裆，我趁机逃跑，回了房间。看着视频内容，我惊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这什么情况？我老公明明……这时，警察对我训道：“林小姐，报假警可是违法的。你确定你老公要杀你？”见我说不出话，张远快速上前解围：“警察同志，是我老婆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我也没想到她会报警。回头我一定好好说她。抱歉啊。”警察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张远，对他交代几句话，便离开了。看着离开的警察，我觉得无助又无奈，生怕张远又要对我图谋不轨。张远关上门，来到饭桌前坐下，一语不发。我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，不敢靠近，以防万一。结果，张远只是对我说了一句：“你不是知道真相吗？跟我去个地方，你就会明白一切。”小安被送到公婆家后，张远开车带我去了一个地方，直到看到他在一家心理诊所门口停下，我才猛然想起，张远是心理医生。就在我们结婚那年，他从大医院辞职，独自开了这家心理诊所。诊所开在繁华的地段，是有钱人聚集的地方，但幽静舒适。他说，有钱人虽有钱，但容易想太多，导致抑郁。他也说中了，大部分找上门的顾客都是有钱人。而在后来，我也成了这家诊所的顾客之一。下车后，
张远带我走进诊所，前台是个小姑娘，看起来刚毕业。她见到我，绽开一抹得体的笑。林夫人，好久不见。她见过我，我怎么不记得？见我神情恍惚，张远牵过我的手，向办公室走去。坐下后，张远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告，摆到我面前。你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我盯着上面鉴定报告4字，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真相，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死吗？小安到底是不是你孩子吗？还有，你看到的幻象到底是什么？所有答案就在这份报告里。张远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琳琳，你有病，而且不是普通的病。张远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，让我感到了压迫感。在他炽热的目光中，我翻开那份报告，上面写了一堆文字，文字中夹杂着一堆专业术语，我看得蒙圈，但唯独看懂了臆想症3个字。我惊讶地抬头看向张远，动了动嘴唇，刚想说话，张远却打断了我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没病，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，那些事实就活生生摆在你眼前。为什么我不相信你，对不对，琳琳？这些话你以前就说过了。我合上嘴巴，不再说话。没错，我的确想说这些，可为什么？张远看着我懵懂的表情，低声叹气，像是自语道：看来这次症状加重了，开始失忆。接下来，张远给我说了个故事，告诉我之所以得病的原因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开始逐渐恢复记忆，却发现自己的记忆和张远的故事细节有些出入。在张远的故事里，事件发生在1年前。1年前，张远在我面前死过一次。那天是我们的2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们约好在一家新开的西餐厅吃饭。吃饭前，我们一切准备妥当。我穿上张远送我的星河钻石裙，张远穿上我送他的某牌子定制西服。一路上，我们有说有笑，并没什么不妥。然而，就在车子拐外转入一条小道时，一辆中型货车突然冲出来，张远来不及刹车，脸上的笑容还未褪去，就发生了车祸。之后我们2人晕了过去，所幸车子自带的安全系统救了我们一命。张远说，那时我醒来后，因为找不着他，以为他死了，精神状态一度崩塌，得知他还在昏迷不醒，甚至有可能变成植物人，更是陷入愧疚。他说，我愧疚于当时要是没逗他开玩笑，说不定他能很好地躲过这场车祸。听完张远的故事，死去的记忆开始慢慢苏醒，像是有一根火柴在我心中划了一下，开始泛起亮光。循着记忆开始探索，我却发现张远所说的一切和我的记忆有部分对不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同样是结婚周年纪念日，我们去餐厅吃饭的路上，记忆中的货车突然冲出来，但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。以张远的车技，他完全可以调转方向盘躲过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张远突然将方向盘打向货车那边，向货车靠了过去。老公，你做什么？我那一瞬间惊了，顾不上怀疑张远的举动，抓着他的方向盘想往反方向打。右边，打右边！我大声喊道。可张远的神情看起来很恐怖，他一语不发，死命掰开我的手指，单手操控方向盘往左边打。下一秒，巨大的撞击声在耳边炸开，我失去意识。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双腿缠满绷带，半吊在空中，身体动了动，脖子一阵刺痛。张远呢？这是我醒来后第一句话。从护士口中得知张远躺在另一个病房后，我松了口气。可之前遭遇的种种画面，我不会忘却。为什么张远没有躲开货车，
反而向他冲去。他当时在想什么？他是不是有什么隐瞒我？可警方的调查结果出乎我意料，是那辆货车擅自改道，加上司机疲劳驾驶，没注意看路，才导致的意外。我不相信张远一点责任都没有。等到我能下床走路后，我第一时间冲向张远所在病房，质问他：“你那时候打的方向盘不对吧？你是故意的吗？”张远，你当时在想什么？我对他展开连珠炮似的质问。谁知张远一脸无辜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装。”张远，那天我明明看到了，看到我在发疯撒泼。医生闻声而至，拉开了我，并给我注射了镇定剂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对我的老公张远产生了第一次怀疑。出院后，张远对我表现得更加关心和爱护，仿佛我之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。在漫长的日子里，我逐渐放下怀疑，重新投入身心去信任张远，就像我们热恋那会一样。直到今年结婚纪念日，我们去玩蹦极项目，一开始还好好的，没想到中途发生意外，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突然断了。我一看，心中不妙，慌忙想要伸手去拉他。就在这时，张远突然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有些阴森。他向我伸出手，在我身上的绳索狠命拽了一下，结果我们双双掉下去。失去意识前，我看到他那双眼睛大大睁着，紧紧盯着我。回忆到这里，车祸时遭遇的那种恐惧重新涌上我心头。当初他和我结婚，真是因为爱我吗？然而，无论我怎么诉说，摆在眼前的证据，以及身边所有熟人对张远的认知，都在证明我在说胡话。自从那场车祸后，爸妈更是因此带我去看了精神科医生，认为我可能因为车祸对我造成的冲击力太大，影响大脑，导致记忆产生错乱，才会胡言乱语。所有人都站在张远那边，因为他们坚信张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当时在车祸中，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我伤害，还将我整个人抱在怀里。至于那次蹦极，工作人员更是为张远的举动而感动，因为掉落过程中，尽管难度非常高，张远还是尽自己所能拉住我，不让我受到更大伤害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像我口中所说的那样伤害我？医生诊断我患上臆想症，为避免病情加重，不要再受额外的刺激，老公担心我，让我辞掉工作，在家休养，并定期带我到他的诊所做放松治疗。可我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。琳琳，起来，先到隔壁做个放松治疗。你这2天精神太紧张了。就在我沉浸在回忆中时，张远突然拍拍我的肩膀，我猛地回过神，抬头看向张远。就在这时，他身后的门被推开，进来一个女医师，很漂亮，第一眼就惊艳到我，尤其那双眼睛又大又圆，亮晶晶。可我却觉得似乎在哪见过。林夫人，请跟我来吧。女医师对我柔声笑道。所谓放松治疗，其实就是点点艾草，按摩穴位，在床上躺30分钟，达到身心放松的效果。考虑到我是特殊顾客，所以我通常可以躺足1小时。女医师说话温柔，按摩动作也温柔。她边替我揉太阳穴，边对我说：“林夫人，最近可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”我躺在特制的舒适床上，闭着双眼，一阵困意袭来，敷衍道：“烦啊。”感觉我说的话每一个人信，也不知是我病情加重还是什么。林夫人别烦，睡上一觉，你会回到那个真实的世界。艾草味淡淡的，微微苦，却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。我吸着这香气，很快沉沉睡去。
醒来时，房间只有我一人，我感觉整个人轻松许多。本打算起来叫女医师，谁知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声音从门外传来。这个房间有2扇门，通向不同的走廊，一条通向诊所大厅，另一条通向后花园。后花园是个僻静之地，供病人散步、放松心情。声音是从通向后花园那扇门走来的，因为声音太奇怪，我不得不轻声挪步到门前，趴在门上听。那声音好像来自隔壁的房间。我轻悄悄推门出去，来到走廊，走廊无人，隔壁房间的门紧紧掩着，声音就是从里面传来的。我走到门前，听到男人和女人刻意压低的声音，还有一段荒诞的对话：你老婆该醒来了，再待一会儿吗？这么着急？讨厌，你是爽到了，可我还没有呢。接着是一段嬉笑怒骂声，男人声音是张远，女人声音是女医师，他们2个有奸情。我怒上心头，正要推门而进，这时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穿衣声，我落荒而逃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张远出轨了，我脑海里第一个想法。不过想想也不奇怪，我患了臆想症，不定时发疯，还说胡话，换了其他男人也受不了我。更何况我和张远结婚已经3年，朝夕相对，再爱的人也难免出现疲倦。可我没想到他这么张狂，上班时间也控制不住自己欲望，就在我隔壁房间撒欢。我不禁开始怀疑他的真心，怀疑他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暗藏了对我的杀意。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轨的？1个月前、1年前，还是2年前？那场车祸之前？如果是在那场车祸前，那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我。我是个富家小姐，家里掌管本市1半房产业。当初开这家诊所是我投钱进去给张远开的，那时候张远还信誓旦旦对我说，等赚了钱全部上交给我。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，但是其中是否做假账，又有谁知道呢？现在我不禁要怀疑，我看到的一切到底是因病产生的幻象，还是真实的？正当我胡思乱想着，女医师推门而进，和之前并无异样，带着官方的笑：林夫人，好些了吗？我点点头，正要答话，女医师又开口道：张院长找您，他在办公室等着。我的目光在女医师身上停留片刻，她以为我在发呆，想提醒我。我起身离开，经过她身边时，低声说了句：脖子上的项链戴反了，吊坠在后面。来到张远办公室，张远衣着整齐，正在认真低头翻看文件，一点都不像刚在女人身上骑过的人。抬头见我来了，严肃的脸瞬间变得温柔无比。疗程结束了，好些了吗？我没有坐下，只是点点头。我叫了司机，先送你回家休息，晚上7点钟给你准备了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张远轻啧一声，略带埋怨：你都忘了，今天是3周年纪念日。我一拍脑门，对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每年都是我主动提起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我看着桌上的台历，今天的日期被张远圈了个红圈，但此刻我却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张远这副温文儒雅的皮囊下，到底在想什么？夜晚7点，司机载着我前往净市中一家餐馆，这是有钱人才来的餐馆，装潢犹如中世纪城堡。张远包了整个2楼，提着裙摆来到2楼时，四处一片寂静。今天是周一，没什么人。2楼有个露天阳台，张远就坐在阳台那张餐桌上，冲我招手。我走过去，张远刚好倒了杯红酒，递给我：结婚纪念日快乐，老婆。张远举起酒杯，
和我碰了碰。不知怎地，张远今晚格外健谈，还给我灌了很多酒。我不胜酒力，想要推脱，张远却突然站起来，拉着我要跳舞。头顶适时传出一阵悠扬的音乐。见张远态度热忱，我没好拒绝。然而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和2年前的遭遇如出一辙。张远抱着我，突然向后猛推了下。我的身后是阳台边缘，栏杆不高，向后一仰，很容易就掉下去。我很快反应过来他在干什么。此刻我的大脑无比清醒，也更加确信2年前的事不是我的幻想。张远，你干什么？我死命反推他，试图挣脱束缚。张远没说话，神情变得狰狞，用尽全力将我往外推。我紧紧搂住他，心想，既然要掉下去，那么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你拉下水。失去意识前，张远在我耳边说了句：“你够狠的，还好只是2楼，不高，加上有阻碍物。”醒来时身体没有大碍，而抱着我的张远则摔伤了胳膊。我的愤怒积累到极点，一醒来后就下床找张远，将他从床上拎起来质问：“你想杀了我，对吧？从1年前你就开始筹备了，对不对？”张远人由我揪着他衣领，一脸无辜又担忧：“琳琳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可能杀你？”见我激动的要揍他，出现的护士慌忙拦住我，为了避免给我打镇定剂，这回我乖乖配合，不再撒泼，冷冷地看着张远，想杀死我好继承我的财产。哈哈哈！张远，想都别想！琳琳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张远，要不是他护着你，你早受伤了。我刚说完，就被前来探望的妈妈打断。也不知道张远给他们吃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他们现在对他言听计从。根据调查，警方说，当时我和张远都喝多了，在阳台跳舞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栏杆上，才掉了下去。掉下去的时候，张远紧紧将我搂在怀里，我才没有受伤。如果张远为了杀我，大可不必这么做。可为什么？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。医生说我的臆想症状越来越严重，对深爱自己的老公甚至产生多度的愤怒和杀意，建议留院观察。张远想把我囚禁在医院，不让我出去。临走前，张远搂着我，在外人看来他是真的担心我，可他却在我耳边说，囚禁的日子不会很舒适，建议你尽早解脱。为让我住得舒适，张远特意申请了医院顶层一个 VIP 病房，让我好好休养。说白了，跟坐牢一样。医生都很忙，加上你不是什么需要等着救命的病人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会理你。借着让我恢复的名义，张远甚至收走我的手机，阻断我和现实所有联系，让我在这里慢慢绝望。他以为我会受不了，最终在这里寻求自尽，到时候就可以获得我的财产。但我偏不，我很清楚，我只是患有轻微的臆想症，甚至完全没病。我要从这里出去，然后和他离婚。要获得和外界的联系，首先得和医生打好关系。于是医生每次来例行检查时，我都表现得一脸乖巧，还时不时对医生暗送秋波。一来二去，我很快获得医生信任，并对他有意无意的撒娇。说来这里后，没个可以说话的人，想约见下我的闺蜜，医生最终同意了。闺蜜也一直想见我，无奈被张远说过禁止我和除他以外的人见面，所以一直没能见面。房间设置了摄像头，方便张远对我一天24小时观察。见到闺蜜后，我将话题引向普通家常，偶尔和她抱怨几句。但是上厕所时，我对闺蜜小声说：“手机借我一用。”闺蜜顿了顿，不过还是将手机塞给我。
进了厕所，我拿着手机写了条短信，发送到一个我至今烂熟于心的号码上。很久不见，我迫切恳请见上一面，地址是 xxxxx。闺蜜见我的事被张远知道了，糊弄几句还好，但约见初恋这种事，要想让张远不发现，还是有点难度。我和医生说，在房间待了1周太无聊，能不能到楼下后花园散散步？兴许撒娇对医生很受用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便同意了。我约初恋在楼下后花园会见。初恋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们曾恋爱4年，最后因工作异地分手，多年没见。我知道突然找他见面很怪，但现在没人愿意相信我。而初恋曾对我说过，如果这个世界都背叛你了，你就来再找我，我永远在你那边。虽然不知道这句话现在还管不管用就是了。多年不见，沈浩还是老样子，变化不大，就是给人的感觉变得成熟稳重了。我们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对方好一会儿，沈浩才开口问：你生病了？我摇摇头，来到他面前，决定长话短说，我要和你商量点事情。我问你，你会信我吗？什么事？见我神情严肃，一言不发，他顿了顿，点头道：我信你。接下来我花15分钟和沈浩说了这2年我遭遇的种种事迹，包括张远想杀我的事情。沈浩听完后很震惊，足足缓了10几分钟。也难怪，我们多年没见，一见面就收到这么个炸弹，换了谁都可能接受不了。沈浩还算冷静，消化完后，他递给我一个手机，我的手机你先带着，藏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至于证据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找找。张远每周6日都会来探望我，有时候还会在这过夜。有了手机，我多了个想法，决定在我们对话时，故意问他刁钻的问题，录下一切可能的信息证据。今天是周6，他晚上才过来，和医生交谈几句后，房间只剩我们2人。张远依旧没卸下他的伪装，端了汤过来给我喝。就在他端着碗要递到我嘴边时，我盯着碗问道：下毒了吗？张远眉头微皱：什么？这里只有我们2个，你就别装了。张远，我定定看着他，兜里的手机正在录音。你把我囚禁在这里，就是想让我发疯，然后自杀，对吧？张远没说话，将碗递到我唇边，太用力，碗磕碰到我的牙，发出哐当一声。虽然他不说话，但神色已经冷却下来。见他如此，我决定加大力度刺激他。你说话呀？怎么不敢承认？我还知道你和女医师那点事，你就是为了他才想杀我的吧？张远，何必呢？咱们直接离婚不就好了？哦，差点忘了，你当初和我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我的钱，对吧？够了！张远突然爆发，连碗带汤撒泼到我脸上。他一个箭步上前，双手紧紧勒住我喉咙，咬牙切齿道：琳琳，我本来不想动手的，要怪就怪你太聪明了。监控在这，你休想逃掉！哈哈哈！张远仰天大笑，你真以为我会把真正的监控内容交给警方？其实我已经在里面做了手脚。话音刚落，他的手加大力度，将我拖到窗边，窗门大开，我的半个身子一下子露在外面。张远的手死死压住我的脖子，让我无力反抗。情急之下，我不得不掏出兜里的手机砸向他。可张远都一心要我死了，哪里还会在乎这点疼痛？他没料到我还藏了手机，下手更重了。救命！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串急促的脚步声。张远回头一看，只听见门外有人在敲门。开门！我是警察，你报的警？不是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。
这时门被人一脚踢开，几个警察手持枪支对准我和张远。警察，别动！直到警察将张远拿下，我才知道是沈浩报的警。沈浩是个推理小说家，副业是侦探，所以他很快通过自己的办法掌握张远想要害我的证据，比如我的诊断报告。当初医院医生给我的诊断是轻微臆想症，是由于事故对我刺激过大，从而导致产生一些幻觉。可之后到张远给我做专门治疗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同时张远给我服用的药物里混杂了一种致幻药，外形经过加工，要是不仔细查看，还真看不出来。另外就是监控内容经过篡改的证据，沈浩通过使用美男计从女医师那里偷到了未经篡改的视频。未经篡改的视频里记录了原原本本的张远多次想要谋害我的场景，所以这些并不是我的臆想，而是真实发生的事。证据齐全，张远因杀人未遂被警察关押进所里接受审讯，女医师也被带到局里问话，张远的心理诊所也被迫暂停营业。最后还有那个莫须有的小孩，小安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，正确来说，小安根本就不是我和张远领养的孩子，是张远和那个女医师生的。怪不得看到女医师的眼睛时，我就有种熟悉感，原来小孩的眼睛随妈妈呀。张远欺骗了我他是不育的事实，其实他是正常。得知结婚多年的老公原来对我装满坏心思，我伤心透了，抑郁了一段时间。还好沈浩每天过来探望我，这才让我慢慢走出来。我其实有猜测过沈浩是不是还单身，毕竟这段时间他来得很频繁，要是有家庭有对象的话，还这么大费周章过来照顾我吗？似乎猜到我心中想法，沈浩开口向我解释，其实我去年离婚了。哦，原来他结过婚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。沈浩看向我笑笑，又说了一句，让我瞬间鼻头一酸。我说过，就算全世界背叛你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来找我，我一定站在你那边。我回他一笑看，点点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